DIY 改装一辆皮卡房车，遇到了每年一次的拆卸房箱和汽车年检。本期视频前半部分是皮卡车在北京的年检过程。如果希望了解安装皮卡房箱到底有多苦逼，可以直接从第3分钟开始观看。到了白天，现在也拍一下，我也贴了一个警示的标语，现在就去赶紧验车，赶紧回来装。大家好，延平 Masus Gary， 今天是给我这辆皮卡车去验车，也是这辆车除了买完以后的第一次验车。皮卡车它的这个上牌的时候类别叫轻型多用途货车，虽然它在很多城市，我觉得可能95%以上的城市它的路权和私家车一样，但是呢在北京它还是按偏货车的管理，比如说进不了5环，包括现在这个每年一检就和货车一样。但实际上啊，其实你看这个皮卡车它整体操纵感受，包括现在新出的皮卡，它其实就是乘用车的标准来做的。所以这个政策呢，其实真的应该改一改。包括还有15年报废嘛，这都是恨不得上个世纪的一些标准。但既然这么定，这也没办法，而且买的时候其实都是有这些预期的嘛。因为我这个皮卡车之前不是拉着房箱嘛，也就是一种货物，所以在年检之前呢，我要把这个货物先卸掉，这个已经卸完了，所以我现在就是直接开着皮卡车，就去年检。我也没找什么其他渠道或者什么的，因为我这车也没有改装。现在后面不装房箱，少了几百公斤，这驾驶的感受又提升了很多，响应很快。这也是时隔大半年又一次感受这种驾驶感觉。这个侧场人还不少啊，看一下，有人来了。现在正检着呢，三角牌、反光红背心，这后面排的车还真不少。早晨，这应该是检查第一步，检查完以后应该还到里面会有尾气的检查。这块有个价格表，好像各个检测厂他们收费标准不一样。排队等着验车，这些就是比较专业的那种检验项目了。排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然后 OK 了，准备撤了。还好来的比较早。年检完了，也再洗一下车。好，现在车验完了，就准备倒进去。虽然到了秋天，但现在北京还是挺热。这个东西确实老这么立着吧，还是怕有的小朋友或老人经过比较危险，所以我还是年检完第一时间就赶紧把这个装上。尽管现在还是中午。现在呢，这个已经又开进去了，后箱的这个两边也都留了点缝，然后呢，下一步就是把这个4个腿再降下来，坐到这个车上。卸完以后我要买奶茶。
拍摄一下现在的一个进度。4个腿儿都已经卸下去了。接下来我会把这个4个角的绑带给它再绑紧，做这个尾箱上歇会儿。实际上就是现在，开着走完全没问题。因为我这个皮卡的贝壳防箱的尾箱实际上是保留的，就是给它合上完以后，就开的时候它肯定不会掉下来。但是呢，假设会有一些颠簸的路段，那为了让这个防箱更稳固，所以我4个角都会有那种承重几吨的货车绑带，再给它加固紧。而且这些都是软连接都是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一些标准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会双保险吧。天儿太热了，我需要歇一会儿。现在这车就基本装完了，绑带什么的我都检查了，没问题。我把这块收拾一下，装到车里，然后今年的年检就还算顺利，就等明年了。先这样，拜拜。搞定了，好累啊。